大辽皇帝耶律洪基垂涎大宋疆土已久，见大宋时局动荡，国力渐危，不顾两国缔结的停战合约，囤积重兵于宋辽边境，只待时机成熟，便大举出兵南下。辽军不时派兵掳掠民间的粮草财物，年复一年的刺探骚扰、烧杀抢掠，使得无数大宋百姓家破人亡、流离失所，饱受战火之苦。中原武林各大门派及各路江湖豪杰，不忍国土山河破碎，百姓生灵涂炭，本着为国为民的侠义之道，前赴后继地展开了扶宋抗辽的仁义之举。在下丐帮乔峰。谢谢恩公。乔舵主，都解决了。查清楚怎么回事了吗？是楚王帐下的新兵过来打草谷的，这是在戴队身上搜到的，你看看。帮主现在何处？少林召开武林大会，汪帮主已然赴会。辽军有变，我去到少林，你们协助百姓。承让了，爹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能以对手的成名绝招击败对手，除了姑苏慕容，还能有谁？在下姑苏慕容复，不知有哪位英雄还想来赐教？这果然厉害啊！施主请。施主小心！多谢小师傅提醒，不知小师傅如何称呼？不敢称师傅。小僧法号虚竹，贵帮帮主正在与长老方丈饮茶，
我这就去禀报，麻烦施主在此等候。多谢。辽国征兵的消息，我们也是突然得知。可按照两国盟约初定，就算是有冲突，也绝无征兵之需。可照这封密函看来，光这楚王麾下就征兵了3万，这肯定是有蹊跷，恐怕对我大宋不利。皇帝年幼，宫中有传闻太皇太后身体保养，就算有盟约在先，我看辽人也有可能是另有所图。辽人野心勃勃，西夏、女真乃至大理，没有他们不敢招惹的。此次招兵，或许别有意图，也未可知啊。唇亡齿寒呐！倘若任由辽人做大，终有一日剑指中原呐！既如此，我即刻修书一封送往大理，提醒段施主要多做防守。另外，朝廷那边也要多加小心。而这边境行走打探一事，大师请放心，我丐帮弟子遍天下，这事是义不容辞。身手，今日若不与他切磋切磋，岂不太过遗憾？这慕容复武功高强，只可惜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。今年的大会不免扫兴。我来。阁下好功夫，在下丐帮乔峰，在此另教一二。他就是乔峰，是他就是南宫武北乔峰。这下有的讲了啊！南宫武北乔峰。
扭转星移。潜龙勿用。 是慕容复输了，哎呀，还是有差距的。是我输了。乔峰厉害，你太谦虚了，连战那么多场，我只是借着蛮力占了一点点上风。改日咱们俩再切磋一下，才不枉我们今日相识。 告辞。汪施主说有要事相询，但不知是何事。今日乔峰前来，两位大师亲眼所见，不知是如何看法？此子幼时曾在少林学艺，后入丐帮。 这些年长进不小啊！听说今日在擂台之上，姑苏慕容出尽了风头，可也不是他的对手啊。人都说北乔峰南慕容，足可见他在江湖中颇有声望。这次辽军增兵之事，也多亏了他奔走相告。汪施主突然这么问，难道？ 实不相瞒，我汪建通资质有限，年龄也大了，当是让贤才是。乔峰天资过人，当年泰山大会，他不过20出头，却连闯丐帮强敌9人，为我丐帮威震天下。曾经单枪匹马深入敌营，刺杀辽帮副将，如此大功。 早就该当帮主才是。我早该料到，你既传他降龙18掌，又让他处处立功，便是早想把帮主之位传给他。啊，不可不可！丐帮乃天下武林第1大帮，那帮主之位何等紧要啊！ 这孩子，我从小看着长大，他最注重情义。我为了磨灭他心中魔，曾经给他出3道难题，他都一一化解。若不是我一直在刁难他，帮主之位早就是他的了。既然汪施主早有决断，我看也并非不可。只不过这不怕1万。 只怕万一，咱们还需要多有些防备才是。两位大师放心，这事我早有安排。如此甚好。阿弥陀佛。此次去了边境，最重要的就是隐秘2字，一定要打探出辽营增兵与否，行营配置，作战安排。切记，若无特殊原因。 绝不可与他们正面交锋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是。另外，我已通知韩总兵，要他多加小心。若是辽人有什么异动的话，你们也可加入他的麾下，随时准备策应朝廷军队。是。师傅。参见帮主。 辽军增兵之事，玄慈大师已通知兵部，但朝廷认为这只是我们的猜测，并不重视。可这事关边境百姓，就算是一点风吹草动，也不能等闲视之啊！这件事情有进一步的消息，再通知朝廷吧。
你们先下去。是。凤儿，你来丐帮有10年了吧？师傅，10多年了。我16岁就进丐帮了。这么多年来，你对丐帮的感觉如何？丐帮就像我第2个家，兄弟们待我如亲朋血脉，至亲至密，无可取代。这些年来，我给你设立了3大难题、7大考验，让你为帮中之事四处奔波，又让你孤身一人深入敌营，差点连性命都不保。你可愿过为师？这是师傅对我的严加要求，又怎么会怨师傅呢？好，我王建通没看错你。丐帮弟子乔峰，跪下。是。丐帮第8代帮主王建通，谨代表历代帮主将打狗棒法传于丐帮第9代弟子乔峰。你今后就是丐帮第9代帮主，以后应以丐帮事事为重，福祸相依，荣辱与共。我已经通知了各大长老和分舵舵主，不日将在总舵举行继位典礼。从今往后，丐帮就交给你了。乔峰定当不负众望。恭迎马副帮主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风儿还没继位做帮主，规矩理应如此。怎么，人齐了吗？人都到齐了。帮主，不光是丐帮弟子，就连在外有任务的宋希、陈吴4位长老也回来了，就为了一睹新帮主的风采呀！拜见帮主。4位长老，风儿，走吧。走。乔峰自入丐帮以来，对内友爱同门，敢于担当；对外保家卫国，抗击敌人，为我们丐帮立下赫赫功劳。方今天下大乱，辽人日渐南侵，蚕食我大宋天下。今日需要我等心存忠义，力挽狂澜。乔峰，弟子在。我们丐帮号称天下第1大帮，你可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天下历朝历代皆有沦为乞丐之人。正是，我们丐帮的宗旨在于重诺守信，除强济弱，是让为人不拘小节，但绝不可能失之大义。乔峰，你可知这打狗棒它的分量？弟子明白。好，我汪建通不才，今日把丐帮帮主之位传于第9代弟子乔峰，执棒。
兄，今日我乔峰继承丐帮帮主之位，日后定将时时处处心念丐帮。兄弟，哎，来，喝了啊，干了啊，干！敬帮主，喝了啊，干！帮主真是酒量了得，当世罕见呐！兄弟们平日辛苦了，今天好酒好菜，不醉不归啊！啊，来，喝了，来！听说帮主武功了得，不知在下可否请教一二啊？哎呀，我们呀，很久没这么热闹了啊！来吧，喝！你这是黑虎掏心，使得不错，有些火候。就是出手动作太大，容易被人看穿。多谢帮主赐教。还有谁来？按说我们出道这么多年，早就应该让位给年轻人，可是终究还是不放心。你们都知道大宋的情况，天子年幼，皇太后又是一日不如一日，国力衰微，强敌环伺，他们现在那个环境，比我们难多了，是吧？啊，也是啊，国难当头，正该我辈挺身而出。不过呀，你老王有这样的徒弟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嘛？啊！正是啊，乔帮主武功盖世，义薄云天，有他带领我们丐帮，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呀？啊，帮主。就是啊。后辈自有后辈的福吧，我们还是多虑了。来，喝酒，来喝，来，喝酒，干了。帮主，我来领教一下。帮主，还有我呢。还来？乔帮主真是了得呀！哎呀，老王啊，你的徒弟呀，教的真是不错呀。那6阶弟子的武功在帮里也算是能排上名号吧。可是刚才的一番打斗，咱们大家伙儿可都是看得清清楚楚。乔峰不光力道把捏的刚好，来，就连这碗里的酒也是一滴不漏啊！你也不看看那是谁的徒弟？多喝点，喝酒啊！哎，喝了啊！感谢各位英雄的相助，将军客气。韩将军，照您所说，目前我们不能与辽军正面交锋，那我们只能攻其不备，制造骚乱。只要辽营受惊，定会找楚王示下。到时候我们顺藤摸瓜，应该就能找出楚王。乔施主，可是心中已有主意？其实，在下确实有一个想法，可并非我一人所能行，还需各路英雄相助。这有什么可说的？但凡弟兄们做得到的，乔大爷尽管吩咐。尽管合适，尽管吩咐。乔帮主，请。不知在座是否有善使火石者？
这位英雄，高姓大名？在下不过江湖中无名之辈，听闻辽兵入侵，特来相助一二。不知乔帮主要用伙食作甚啊？所谓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要让辽军自乱阵脚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烧了他们的粮草，再让我丐帮弟子趁乱袭击，搭配机关、暗器，使辽营的人以为我军的援军来到，所以我打算夜袭辽营。大家稳住，不要慌！在那边抓住他们！快上！呀！马车后面有人，包围他们！ 上！
么闹成这样？有高手入营房作乱，不就是几个江湖草莽？你们就怕成这样？我大辽哪儿的胆气呢？此次出兵，势在必胜。别说是几个江湖人士，便是大宋援军真的来了，难道本王还怕他不成？王爷，王爷真要出手，他们肯定不是对手。但江湖人士多亡命之辈，王爷万金之体，何须亲自同他们战斗？我们虽然损失了一些粮草，倒抵不上根本。若是王爷有了闪失，那就不一样。正是啊，对方武功极强，我们已经有好几个高手都折在他们手里了。好在大营那边早就安排好了替身，王爷，还请先行撤退，以策安全。18掌，烈士乔峰，都别动，别动！替王爷松绑。是。你可知擒了本王是何后果？知道。对于王爷，乔某知道的还真不少。说说看。你俩下去吧。是。当年圣宗逝世，一命传位于长子兴宗。可太后喜爱的是次子重元，阴谋要立他为帝。幸亏重元及时告知，皇太后的阴谋才不能得逞。事后，兴宗为表感激，立重元为皇太帝，并允诺日后将传位于他。可后来，兴宗重病，违背了誓言，还是将他的皇位传于他的儿子，也就是当今的皇帝耶律洪基。耶律洪基继位后，心中过意不去，于是封皇太帝为皇太叔，并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又封他的儿子聂鲁谷，也就是您，为楚王，执掌南院事务，成为南院大王。王爷，您身世不同常人，在辽国也是位高权重。可别人知道你是皇族血亲，却不知还有这一层。你并非辽人，是如何得知这些？我丐帮遍布天下，要知道这些消息，
其实也不难。我还知道，在辽国有不少人是支持你们父子，说耶律洪基是篡位伪帝，而你父亲才是正位为君。哼，那又如何？王爷，您是聪明人，现在的情况，你看得比我们还清楚。你现在落在我们手中，你父王、谋士、亲兵，或许想救你，可上京那边的人却未必。你确定他们不会借故谈判不下，而让你迟迟回不了辽国？又或者发生什么意外，让你死在这里？辽国各部落或许有拥戴辽帝的，也有支持你们父子的，双方意见不一，矛盾之深，并非是一两日能化解。宋朝与辽国达成协议，据我所知，你打破合约贸然出兵，辽帝未必同意。若是你打赢了，那还好说。可现在，您坐在这儿，您想想，您被我们羁押久了，这兵权还会一直在您手上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很简单，我们只要边境的安宁，和百姓能够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。乔帮主，进。乔帮主。王爷，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您这个南院大王到底值多少。辽宋和谈不过才1年时间，辽兵就以刀兵犯境，我们没有别的要求，只希望贵国信守承诺，马上退兵，并保证永不再犯。大宋什么都不给，就想让我们退兵，也太一厢情愿了吧？别的不说，这么多兵士的军饷，还有我们被烧毁的粮草、马匹、过冬物资等，谁来赔偿？若是补不上这个亏空，退兵之事恐怕没得商量。切！强盗劫道，居然还让被抢劫的人赔偿损失！我老叫花子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么不讲道理的事。韩将军，两国交涉，什么时候轮到闲杂人等发言？不要以为有几个江湖人士坐镇，就得意忘形。王爷固然在你们手里，可真要打起来，你们这点兵力根本就不是大辽的对手。楚王乃辽国的南院大王，身份何等尊贵，真到了兵败那一天，你们还得恭恭敬敬把王爷送回来。王爷，这是……不要答应退兵，这就放我走。我堂堂楚王，说话自然算数。好，好，好！辽军后退40里，我立刻放你走。
我记住你了。慢走，不送。哼！这次全靠我们帮主出了大力啊，否则根本就打。乔帮主，老衲深感钦佩。大事见效了。诸位，此次能够成功击退辽兵，全仰仗诸位英雄侠士的鼎力相助。韩某今日在此略备薄酒，以表感谢，敬各位英雄，干！来，干！来，谢汉总兵。来，干！阻击辽军，护卫大宋，本是我辈分内之事。韩将军，又何须如此客气？老衲在此以茶代酒，敬诸位一杯。好，来，干！韩总兵，诸位英雄，此次我们偷袭成功，乔帮主可以说是绝功甚伟。我们兄弟只是略尽绵薄之力，不足挂齿。来，各位英雄，干了！哎，尤兄，千万别这么说。这次要不是各路英雄鼎力相助，断无可能生擒楚王。我乔某敬各位。来，干！来，干！来吃肉。这位兄台，多谢你放火烧了马厩，制造混乱，也替我争取了时间。不知可否告知贵姓？咱们俩交个朋友。好酒啊！多谢乔帮主垂青，在下乃寂寂无名之辈，不敢和您这样的大人物交朋友。各位，咱们有缘再见。告辞。帮主，此人来历不明，行迹可疑，恐怕是辽军密遣的细作吧？这位英雄甘冒奇险，深入辽营，想必不是什么宵小之辈。救国不留名，真英雄。来，咱们喝酒，我敬各位。好，来，敬乔英雄，干了！好，乔英雄，干！帮主，不好了！好酒，帮主出大事了！各位英雄，丐帮现在发生要紧之事。韩将军，我得马上赶回去，还请见谅。乔帮主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我说老四啊，你就别吹了，三妹已经跟我说了，你让人欺负了，是也不是啊？7个家伙打我1个，个个都是一流的高手，我本领再强，也不能将这7大高手一股脑杀个精光啊！老四啊，你就别吹牛了，这明明只有2个人，从哪里又钻出来了5个高手？你怎么又知道了？你是亲眼瞧见的吗？我若不是亲眼瞧见，我又怎么会知道呢？他们2个，一个拿着钓鱼竿，一个使着一对板斧，是也不是啊？这当时你记在旁，你怎么不来帮我？穷凶极恶云中鹤，谁不知道你轻功一流啊？你斗不过人家，难道还跑不过人家吗？哎呀，我老四栽在人家手下，你又有什么光彩？
咱们4大恶人此次所为何来？难道当真是为了钟万成的脓包卖命？老大跟大理皇府仇深似海，他让咱们来，咱们就来。我出师不利，你就隔岸看着火，看我跟不跟老大说。哎呀，老四啊，你这可就冤枉我了。你号称自己是云中一鹤，自然轻功了得的，可是那2个人也是望尘莫及的呀。就连做姐姐的我也是追赶不上啊，否则的话，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呀，行了行了，吴老四啊，到底是何人欺负你？不会是皇宫中的狗腿子吧？9成便是。我就不信这大理境内还有什么了不起的高手。你们2个总是说要割那个什么大理皇帝的狗头，由此探囊取物，我总说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这会儿你们可信吧？不可能！等老大回来以后，咱们一起去杀了他们。哎，老四，这鸡怎么还不熟啊？饿死我了！公子离开这么久，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以公子的武功，想来不会。什么人？公子。我回来了。小妹妹啊，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其实你早就醒了，又何必假装在那儿躺着不动呢？这小妹妹的郎君到现在也没来，估计是把她一个人丢在这儿跑了。苍天在上，我穆婉清愿以性命起誓，下山之后，若有人见了我的脸，我若不杀之，必定嫁他。那人若不肯娶我，或娶我之后将我遗弃，我必杀了这负心薄幸之人。师父无需拿你的性命起誓，你只需知道，你若违背誓言，师父一旦得知，即可自刎。师父何必如此？这全天下的男人，无不负心薄幸，他们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不能相信。若往后有人骗你、气你，都必杀之。谨遵师命。段郎啊，段郎，难道你真的这般背信弃义？大概就是这样。乔峰他们已经走了，我佯装出城，又兜了半圈，这才回来找你们。不是要与那帮叫花子一决高下吗？怎么还助了乔峰那小子？我此次前往，并非是相助乔峰，而是为了打探两国的虚实。兵法有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要想了解两国的真正实力，最好的便是深入其中，才能看清他们的底细。公子去了这么久，想必大有收获。经过此番查探，大宋虽弱，但是有韩总兵这样的良将坐镇，又有各路高手相助。若小皇帝真能奋起的话，或许还真能有所作为。辽国虽强，但是内部争斗不断，楚王跟辽地不和已久，双方鹿死谁手还尚未知否。这对于我们是绝好的机会。楚王？对，此人野心勃勃，其父亲曾被封为皇太帝，曾有机会登临大位，但是被耶律洪基抢了先。这个楚王做事果断，下手狠毒，拥兵自重，绝非碌碌之辈，来日必反。若我们设法跟他结交的话，助他一臂之力，若他来日能登临大位，我大燕便多了一位帮手。说得好！我等跟随少主这么多年，眼看着少主文韬武略，尽皆出众，但却多了一分柔和，少了决断。我等4人一直担忧在心，自少主成人以来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少主有如此的复国之志。我等真的应该为少主开心，也为老爷感到欣慰。我慕容家能有今天，还要多谢各位鼎力相助。父必不忘诸位对我慕容家的情谊。
天佑慕容，少主威武。哦，宝宝前辈，别哭了，这孩子哭得甚是可怜。您这么喜欢孩子，为何不把他送出去啊？你这女娃真是胆大。我喜欢这宝宝，这宝宝也喜欢我，所以才跟着我。再说了，我叶二娘抢来的孩子，自己都没玩够呢，怎么可能送人？哦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，宝宝。仗剑行千里，微躯敢一言。段公子他人在哪儿？快说！大理国4大护卫呀，你们短命而死，做娘的我好不伤心。你们4个短命的小心肝儿，黄泉路上可要等一等你的亲娘。当心孩子！无恶不作叶二娘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待我孤独城领教高招。这个孩子爱手爱脚的，不如你把他砍死了吧！小心斧头伤了孩子！阁下武功了得，没想到这小小的大理竟也是如此的藏龙卧虎啊！叶二娘驾临必境，幸会幸会。我们大理国应当以礼相待，但段公子在哪里，还请相告。这个我不知道，就算是知道，我也不会说的。站住！这都是被他抢走的中小儿之物，此还不除，大理不知还有多少人家受害。公子落在他们手中，也不知怎么样了。你们是段郎的朋友吗？不知姑娘是？我。南海文神。段郎。是公子爷。南海文神，我来了，我们拜拜师在。公子爷，公子爷，公子爷，朱四哥，公子爷，天幸你安然无恙。四位怎么在这儿？真是巧极。倒不是巧极了，我们4兄弟是奉命前来接你回去的，从无量山一路寻来。公子爷，这些日子你可真是让我们大家担心死了。穆姑娘，段郎，穆姑娘，哎，穆姑娘，哎，穆姑娘，穆姑娘，穆姑娘，你伤口好些了吗？那些恶人没欺负你吧？我是你什么人，还穆姑娘穆姑娘的叫我？那婉妹，我这么叫你好不好？婉妹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朱四哥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朱丹臣参见姑娘。朱四哥，不敢当此称呼。2位爷台挂念公子，
请公子速回府去。穆姑娘若无要事，也请随公子一起回府上做客，盘缓数日。这可咋办啊？那万一一并认起了，哎，那别瞎说。乔帮主到。哎，乔帮主，乔帮主。啊！哎，乔帮主，乔帮主，马副帮主，帮主，我师父现在如何？哎，不是很好。自从帮主带着弟兄们出了雁门关，老帮主就病倒了。可他不让我们跟你说呀，怕这分了你的心。哦，这位就是江湖上人称阎王狄的薛神医，这几日一直是他在给老帮主看诊呢。有劳。我师父现在的病，不知有何对应之策？惭愧，汪老帮主此乃经年旧伤，加之平日殚精竭虑、游丝日盛，导致气血两亏。我们当医生的治得了病，救不了命，薛某能做的有限，恐怕就在这1、2天了。啊，这就是1、2天了。哎呀，我进去看看我师父。师父，来，慢点。弟子不孝，不能常侍奉在师父左右。什么孝不孝的？我知道自己的身体，难道你守着我，我就不死了吗？哼！老叫花子一辈子的时光，喜庆热闹。我走了以后，你们都要开开心心，听到没？来，坐下。我老叫花子，打7岁就入了丐帮，在江湖上也干了不少劫富济贫的事儿，人送外号剑然。我现在才知道，管你是什么英雄好汉，到了阎王面前都是一个样。喝口茶吧。啊，来。这阎王爷就算见到你，也得叫你一声好汉。但是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。我们丐帮之大，大在它是有教无类，没有门槛，贫弱孤苦，只要你进了门，就是我们丐帮的弟子。我们丐帮也没有什么大道理，那些无非就是保家卫国，行侠仗义。是。这把扇子为师给你，那首诗也是送给你的。朔雪飘飘开雁门，平沙立乱卷蓬根。功名齿迹琴声树，执斩楼兰报国恩。你要记住，你这辈子都是一个宋人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要以大宋为重。要是信念家国。
为念，你要向为师发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要保护丐帮弟子，保卫大宋江山。师父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和您一样，行侠仗义，保家卫国，做一个顶天立地、坦坦荡荡的男子汉。坦坦荡荡，这辈子我做不了坦荡。乔峰，是。为何习武？行侠仗义。如何作为？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辽国窥探我大宋疆土已久，边境百姓深受其害。我丐帮以抗敌为己任。你入我丐帮，会有生命之忧，你害怕吗？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小小年纪就有家国之念，玄苦大师果然独具慧眼。好，今天你就成为我丐帮的弟子，是我汪建通的徒弟。谢师父。两位留步，今日是汪老帮主的葬礼，无名者不得入内。敢问两位前辈的名号？谭公，看来这一项出来的少了，年轻一辈都不认识我们了。小娃娃，我和你们汪帮主有过命交情，让路吧。太行山冲霄洞，谭公谭婆贤康力驾到，有失远迎。年轻弟子不懂事，且恕罪。王建通那老小子真去了。师父知道二位前辈来，心里一定很开心。喝不过就跑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老婆子，拿酒来。武夷山离国的龙膏酒，我可是费很大劲才寻来一瓶，便宜你了。老伙计，山高水长，就此别过。乔帮主，我夫妻这就走了，不劳远送，告辞。恭送二位前辈。
你回来了。此番师弟北上抗辽，真是多有辛劳了。师兄谬赞，保家卫国乃分内之事，贫僧自当倾力为之。此番大退辽兵，丐帮乔帮主功不可没。若不是他使计擒住楚王，我们也不会赢得如此顺利。阿弥陀佛，大宋有乔施主这样的人，真是幸哉大善。师弟，我这里有一封信，你且看看。四大恶人要为难段王爷，正是。戒律院弟子在外行走，听到风声，特意传书于我，想我大宋，北有大辽屡屡进犯，西有大夏，虎视眈眈，唯有大理国安于西南，与我大宋始终交好。大理皇族更是与我朝渊源颇深呐。宣卑师弟，我想请你再去一趟大理，代为示警，以免段氏皇族有所闪失。但凭师兄号令。对了，这次我去大理，除了慧真几位徒儿，可否再带一位弟子？你想带谁去呢？慧伦座下虚主。为什么是他呢？我原也觉得此人平平无奇，但几番接触下来，发现此人心性豁达，旁人纠结之处，他却如履平地，心中全无挂碍。这次想带他外出历练历练，或许能有所开悟，也未可知。这或许是你二人的缘法。此人资质平常，佛学武功都没有什么出奇，但既然你想点拨他，便去和慧伦说一声就是了。那我这就去准备。师父，这第一杯，我敬你侠义双全，英雄盖世。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这第二杯，乔峰敬你，恩重如山。第三杯，弟子替你送行。
人外有人，你觉高处并不高，人觉低处也不低。身在其中，并未重。勿以傲才，以骄人；勿以宠而作威，切记，切记。谢谢全兄弟送我回家。都是兄弟，何必客气呢？嫂夫人，嫂夫人，怎么又醉成这样了？那全舵主，谢谢你送我夫君回来。时间不早了，全舵主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啊。谁呀？谁呀？走，快走！什么事？快点！快走！快走！这边，走了，就这边。白长老，先带嫂夫人下去吧。不，我要留下来，弄清楚到底是谁，是谁害死我的夫君，到底是谁这么狠心。
马副帮主的锁喉功。你们看看，帮主，的确是马副帮主成名绝技锁喉功，看情形，应该是一招毙命，想必是马副帮主生前所熟知之人，并且武功造诣应该在马副帮主之上。这事确实有点奇怪，马大元的这招是他自己独创，并无师门传承，江湖上除了他，没有其他人再会用。如果非要杀他，应该不是用这招才对呀。除非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慕容复是这慕容复干的。如果不是慕容复，谁还有这样的能耐？此事事关重大，必须调查清楚。嫂夫人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彻查此事。起来。我们尽快料理马副帮主的后事吧。是。嫂夫人节哀。承蒙帮主，各位叔叔伯伯照料丧事，为亡人衷心敏感。马副帮主此次遭人毒手，丐帮上下个个愤慨。嫂夫人放心，我们一定查个明白。先父平生承闻笃实，卓越言辞，在江湖上并无仇家，妾身实在想象不出，到底何人如此狠毒，要取他性命。能用大元兄弟独门绝技的，除了孤松慕容氏，另无他家。听闻少林寺的玄悲大师在陆凉州深界寺遇害，同样是死于自己的绝学韦托杵之下。众人皆说是慕容复所为，只是不知他是何目的，又为何搅乱武林，弄得人心惶惶。是否是慕容复所为，现在还未知。先别妄下定论。先父死的冤枉，还请帮主、各位长老顾念旧情，查明真相，替先父报仇雪恨。嫂夫人，快清醒！我已与各长老商量了，先由白长老暂代丐帮职务。我现在即刻前往苏州，查明真相，一定给嫂夫人一个交代。有劳帮主了。
水路着实弯绕，把头都绕晕了。屋内可有人在？烦请通报一声。在下丐帮乔峰，求见慕容公子，有要事相商。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抓人便是了。阁下好刀法，不知为何要阻拦乔峰？早就听闻丐帮的乔帮主武功盖世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前辈过奖。敢问大师名讳，与慕容公子是何关系？贫僧乃吐蕃国师鸠摩智，慕容公子的父亲，与我乃是至交。如今故人已逝，公子也不在此处，我已经空等了数日，是时候该告辞了。来者可是乔峰乔帮主？正是在下。不知兄台有何贵干？我乃西夏一品堂勇士努尔海，护送东征大将军赫连铁树出使汴梁。将军与武学一道情有独钟，特来中原拜会各位高手。听闻乔帮主声名过人，特派我前来下战书，请求与乔帮主一战。在下先有要事在身，要赶往少林，恐怕无暇应战。叫花子找和尚能有什么要紧事？都说北乔峰，南慕容，我家将军敬你是中原武林中数一数二的高手，故而先来约你。少林寺玄慈方丈德高望重，但年事已高，姑苏慕容又以轻巧一派，赢了也显不出我家将军的本事。若乔帮主只有这么点胆量的话，中原武林当中
还有何人可以与我们家将军一战，修得如此猖狂？帮主，你要再不应的话，我老叫花子可就先应了。行，回去禀报你们将军，就这几日，我们切磋切磋。既如此，那就定在3日之后5时，咱们会山凉亭见。小子，回去告诉你们将军啊，到时候我们家帮主会让他尝尝中原武林的厉害。王姑娘、段公子，你们慢慢吃，后面还有好多好吃的呢。三哥，表哥他到底怎么样了？王姑娘，这儿有外人在做，还是个油头粉面的小白脸儿，有些话说着不方便。段公子，切勿生气，我们包三哥啊，向来都是如此，一定要顶撞人家几句，他才吃得下饭。包三先生，你说我的相貌油头粉面，靠不住的紧，那你家慕容公子的相貌便又如何？也像包三哥这般吗？哼，你这话问得好。我们家公子爷相貌虽然俊美，但英气勃勃，不像段兄脓包之美，大不相同啊。至于区区在下嘛，那是婴儿不惧，英气勃勃，却丑陋非常，可称英丑。我与风四弟啊一路行来，听说丐帮的副帮主马大元被锁侯公所杀。也不是什么王八羔子又来到我们慕容氏上，这不是重伤我们吗？那是谁暗中跟咱们过不去呢？一不会是少林派，二不会是丐帮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诬陷我姑苏慕容家，所以不会对自己人下手。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碰到了西夏一品堂的人，宫野二哥已经去跟踪他们了。至于是不是他们，尚未可知。西夏一品堂的人也要跟咱们为难，看来对头是越来越多了。正是，所以我和四弟商量，准备带着阿朱、阿碧去跟公子会合，把家里的情况跟公子说一下，让他有所防备。王姑娘，你是跟我们去呢，还是跟我们去呢，还是去哪？我自然跟你们一起去啊。好极好极，若是王姑娘同我们一同去，路上碰到对头，看上几眼便知对方的底细，我们打起架来便是爽快。你老在旁边听着，让人说话都说不痛快。段兄，要不你请便吧。王姑娘，阿碧姑娘，段誉这就告辞了，后会有期。段公子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太湖中的水道你又不熟悉，不如留一晚，明日再走也不迟啊。今日走，又或是明日再走，也无甚分别了。王姑娘保重。这些年，辽宋之争，我大宋国连连败退，那西夏国明是与我国交好，实际上背地里蠢蠢欲动。这次，这个什么赫连将军，若是以一人之力能够挑战全部中原武林的话，势必会给朝廷带来巨大的压力。他也正好能够借此以为筹码，索要更多的条件。如此说来的话，帮主，这个赫连将军如此的猖狂，你一人前去应战的话，会不会有什么不妥呀？
是啊，帮主，比武我们不怕，就怕他们另有阴谋。要不要跟旁边的大人分舵先联络着？这万一有事，也好有个策应啊。之前我就已经飞鸽传书，给向长老和西长老了，要他们尽快过来与我们会合。就算西夏的人有什么小动作，也要有个对策。不好了！大人分舵出事了，一大伙人嚷嚷着要去给马夫帮主报仇，那个说是要找姑苏慕容氏的麻烦。这时机未免也太巧了。这马夫帮主的仇是要报，可我们丐帮做事光明磊落，就算要报仇，也得有理有据。帮主，既然你有约在身，不妨属下去一趟，去查个究竟。那就有劳白长老去和兄弟们说一声，请他们稍安勿躁。包子，冰糖葫芦，哎，瞧，看一个了，哎，给我来2个包子。难怪世人都赞美江兰，如此美景，如今却只得我一人欣赏。也不知道王姑娘，如今却在何处干些什么。客官慢走啊，下回再来。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，来的正是时候。对，古人说着一醉解千愁，如今我段誉啊孑然一身，又何妨不能效仿之呢？哎，客官，您这边请。哎，您请坐。小二，帮我打一壶酒，再帮我配好4色酒菜。得嘞。有什么吩咐您叫我啊。好一条大汉，这定是燕赵北国的悲歌慷慨之士。不论江南或是大理，都不会有这等人物。那包不同自吹自擂什么英气勃勃，似这条大汉才称得上英气勃勃这4字。小二，来嘞！哎，这位爷台的酒菜都算在我这桌上。好嘞。兄弟，上来一起喝酒吧。最好最好。小二，哎，把我的碗筷都移到那位爷台桌上。得嘞。兄台幸会。你请我喝酒，这杯子太小了吧？小二，您吩咐。一会儿换2个大碗来，再打10斤高粱。爷台，这10斤高粱喝得完吗？这兄弟请喝酒，你替他省钱啊？10斤不够，打20斤吧。哎，得嘞，高粱酒20斤。哎，您慢用。来。好，那我就舍命陪君子。待会儿酒后失态，兄台莫怪啊。来，干！爽快啊，爽快！兄弟，酒量不错。我这酒量啊，来，我这酒量它也是因人而异。有句俗话叫做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，我看这一碗里最多也就20来杯。要倒满1000杯的话，我们得喝40-50碗呢。
那咱们得喝满它。喝满它。天下在情自相，爱恨岂能够消散？恨烟相风雨交加，心大大不过江，生死哪个更可怕？断不了那份牵挂。妙之极矣，再来，自己来啊！再来，天下在情自相，爱恨岂能够消散？恨烟相风雨交加，心大大不过江，生死哪个更可怕？小二，再来20斤酒。哎，仁兄啊，我们已经喝了差不多有40碗了吧？40碗啊，还挺清醒的啊，数目算这么明白。仁兄啊，要我说，我们二人呢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。要是真要非得分出个胜负来的话，恐怕也没那么容易。但是啊，我们要是再这么喝浆下去的话，小弟身边的酒钱倒是不够了。好吧，啊，酒也喝了，肉也吃了，咱们走吧。好。兄弟，看你脚力不错，要不与我乔峰比比脚力？愿意奉陪。走。兄弟，脚力还行啊，咱们再跑一段。好，走。兄弟，跑太猛了。不知这位兄弟是哪人啊？在下大理段氏，初来江南便能结识乔兄这样的英雄人物，实是在下之大幸。刚才乔兄自道姓名，可是姓乔名峰吗？正是，在下乔峰。你是大理段氏的子弟，难怪不知来江南有何贵干。哎。实不相瞒，我呀是被人所擒而至的。被何人所擒？说是吐蕃国的国师，叫做鸠摩智，说要拿在下去和慕容公子换一门什么武功。在下也是刚刚脱险，所以不愿回家，就只能漫无目的的走到哪儿是哪儿了。不知乔大哥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呀？我原要去少林，但明日与人约在惠山比武，所以在此逗留几日。比武。哎，乔大哥，那不如这样，小弟虽然不会什么武功，但是也想跟着去凑凑热闹，你看如何？好，咱俩见面就是缘。天还尚早呢，咱们再回去，喝他个痛快。哎，大哥，实不相瞒，方才我与你拼酒，那都是骗你的。我喝进去的酒啊，顺着我体内的真气，游走于各个穴道，能从指尖流出体外，与我当然没什么影响了。但是如果再这么喝下去的话，有伤贵体，所以我这才叫停。乔兄莫怪啊。你这是大理段氏的六脉神剑奇功？正是，在下也是刚刚学会，还生疏得紧呢。我听闻家师说过，在段氏有一门六脉神剑奇功。能以无形剑气伤人，不知是真是假。果然，还真有其神功啊！嘿，在我看来啊，这门神功除了和乔大哥在赌酒的时候可以作弊之外，其他的我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作用。就好比说，那鸠摩智把我擒住的时候，我就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。所以我想啊，一定是这世人对这大理的六脉神剑渲染过甚，这吹的也太夸张了。
兄弟，你说话实在太豪爽了。咱们初次见面，一见如故，要不咱们结为金兰兄弟？乔大哥如此英雄人物，如果愿意和在下结拜的话，在下求之不得。好。段誉今年20岁，我大你有10岁了。大哥，贤弟，哈哈哈长老，里面请。喝点水，请喝茶。你们全都舵主呢？全舵主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到。不行，你还是赶紧去带我见他。你对不住，对不住。对不住了，对不住了。别费劲了，白长老，他们煞费心思哄你我过来，又岂能轻易让我们离开？这屋里屋外堆满了火石燃料，只要我们想跑，立时就可以放火烧死我们。小兄，你怎么会被他们骗来了呢？不但是我，从昨日起，帮里有点身份的都被他们骗来了，只不知关在哪里。这全冠清也不知道在筹谋什么，胆子着实不小。怎么，你昨日就被他们骗来了？正是。后来陆续听到有人叫骂，才知道好几个分舵的舵主也被他们设计前来，想是也被拘在这附近。好在帮主和几位长老不曾上当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找到这里，自有他们令罚的时候。想着全冠清，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分舵舵主，他怎能成此大事，并且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呢？你是说，叛帮的不止全冠清一个？大哥，你可见过那慕容公子？我听人说他武功高强，风采翩翩，不知比大哥如何呀？慕容复就略大你几岁，我一直想和他结交个朋友，但现在看来，恐怕是难以如愿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有个至交好友，前些日子死于非命，人家都说是慕容复下的手。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他就是死在自己的成名绝技之上。但江湖上的事，也不能只是听信传言。所以我这次来江南，就是为了要查明真相。这事儿听起来的确是有蹊跷。那今朝与大哥相会的强敌又是什么人啊？他们是西夏一品堂的，就是西夏一些武功高强的人，想要挑战大宋的英雄们，想灭我们威风。大哥，你是人中豪杰，那些什么西夏一品堂、二品堂的，在大哥面前啊，纯粹是自讨苦吃。那慕容复欠我马副帮主一条性命，还敢出现在此丐帮地界？说，你是来替他偿命的吗？非也，非也！你们家4个人
赖在我们头上干嘛？你们这群要饭的，跟那帮少林和尚一个德行，拿不出什么证据来，就弄盆脏水非往人身上泼啊！我们只是途经洛阳，难道全洛阳死的人都算我们的？蒋兄弟，帮主，帮主来了！参见帮主。各位兄弟，起来吧。乔帮主，您来的可真巧啊！您要是再晚来一步，您这帮中弟子就要把我和我们这3个姑娘，还有老四一起砍了，准备血祭你们马副帮主了。把慕容复交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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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慕容复交出来！把人交出来！包兄弟，我们马副帮主死于自己的锁喉功，弟兄们难免有猜测，情绪激动。不过此事还未下定论呢，若有过分之处，我先代他们向你谢罪。但我们确实也在找慕容公子，还想请问他身在何处？你问我，我就要告诉你，乔帮主，您帮中弟子随意诬陷我家公子，这无中生有之罪，该打该罚，您总得给个说法吧？您这红口白牙，随便一句谢罪，嘿，这说出来也太便宜了吧？素闻江南包不同爱放狗屁，今日一听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。俗话说，响屁不臭，臭屁不响。刚才那个狗屁是又响又臭，想来定是那丐帮四老放的吧？包不同既是丐帮四老的名头，为何还在这里胡言乱语？长老，参见帮主。4大长老，这4个老儿，你们有什么见教啊？是想跟你包三先生打一架？这个世上谁最爱打架？是你包三先生吗？错了啊！是我江南一阵风，风波恶。来，你出来给我打！老四，你这招吕洞宾咬狗，哎呀，可真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啊！不枉你练了10载寒霜啊！你咬了1800多条花狗、黑狗、白狗，你才有了这种咬狗的造诣呀！四哥，老四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。哎，四哥，你玩阴的？怎么，想玩车轮战吗？让我来会会姑苏的英豪。呀！宋四哥，你没事吧？是中毒了。武学典籍中有不少制毒的法门，偏偏我没有看。现在眼睁睁看着风四哥中了毒，我却束手无策。陈长老，帮主，先替风四爷解毒吧。
此人生性无礼，替他解了毒，恐怕后患无穷啊。话是不错，但是我们无礼，诬陷人在先。马副帮主明明是被慕容复那小子所害，我报仇雪恨，还顾得上什么仁义道德？先替他解了毒，其余的事我们慢慢说。我们帮主仁义为先，这是解药，给。多谢陈长老，多谢乔帮主。只是，这解药该如何使用啊？把伤口上的毒吸出来之后，把药敷上。如果没有吸干净的话，敷上会有害无益。对了，女人不能吸。女人怎么了？此毒乃阴寒之毒，女人性阴，阴上加阴，只会使毒性更增。黄三哥，别打了，快回来救救四哥！我来吧。大哥，哎，大哥。这种小事就让我来吧。疯子哥，疯子哥，这里最为严重。段公子，待黑血流后再息教妥。全冠清，全冠清，你给我出来！二位长老，稍安勿躁，我家舵主并无恶意。等大事已定，就放两位出去啊！你出来！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你赶紧告诉我，你们全舵主打的什么算盘？否则的话，等我出去，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二位长老就不要为难我了，实在是关乎到丐帮的存亡，不能见告啊！什么狗屁丐帮的存亡？你把我们关在这儿，难道就是为丐帮好吗？李春来，赶紧放我们出去，否则的话，本长老出去了，一定按帮规处置你。全冠清，全冠清，放我们出去！疯子哥，四哥，你可以动了。四哥，四哥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四哥严重了，些许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！对你来说是小事，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。乔帮主果然仁义，不愧是天下第一帮的帮主，在下佩服，佩服。不敢。西长老，老四，怎么样？没事儿。今天我输给了你，甘拜下风。下次有机会再见，咱们再来比试啊！陈某自当奉陪。兄弟们，你们来得正好，不打狗阵。
风三哥、风四哥，不成了！丐帮这打狗阵，你们是破不了的，还是及早住手罢了。破不了也得破！风四哥，不可！青龙功，世上竟真有人会使如此神功！乔帮主的武功如此了得，江湖上有道北乔峰南慕容，可是表哥的武功怎么能？今日之事都是误会，各位请便吧。我们二人与你武功相差甚远，打起来索然无味。我们先告辞了。哎呀，走吧走吧。技不如人兮，练上无光；再练10年兮，又输金光。就此罢休息吧，吃尽当光。走吧。今日丐帮有要事商量，我们也先行告退。乔帮主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王姑娘，且慢！启禀帮主，马副帮主大仇尚未得报，帮主怎能随随便便放走仇人？咱们来到江南，确实是要替马副帮主报仇，但经过这几日我多方打探，发觉杀害马兄的凶手未必是慕容公子。何以见得？哎呀，打也打不过，你骂也骂不赢，没办法呀。哎，那王姑娘和阿周、阿碧两个丫头，咱们就不管了。非也，非也。乔峰啊，他是一个义薄云天的人，只要他不能证明马大元是咱们公子所害，他就不可能动王姑娘他们一根汗毛。现在当务之急呀，是要把丐帮出事的消息赶紧告诉公子。丐帮乃武林第一大帮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以公子之聪明，或许能占得先机。走吧。哎呀，慕容公子与丐帮从无瓜葛，更无冤无仇。他与马副帮主也素不相识，他杀马兄的动机何在？再说，慕容氏的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，世所皆知。马副帮主是死于自己的锁喉功之下，那慕容公子肯定会遭人怀疑。那他又何须现身？帮主，或许此人自恃武功高强，根本就不必遮掩的。若是如此，那他又何必招惹那么多家？最近频频有人死于自己的绝招。马副帮主、玄北大师，还有青城派的秦家寨，倒像是有人故意陷害。帮主，这是为慕容复开脱？并非。但此事确实有蹊跷。若真的怀疑是慕容公子，那也必须找他当面对质。欺负这几位姑娘还有家臣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若是传出去，咱们丐帮的颜面该放哪里？今日不知何事，兄弟们都来齐了。全斗主，你在这里，白长老人呢？还有大信、大勇、大力三斗舵主，人又在何处？张全祥，你在？你们舵主呢？我也不知道。
可能喝多了吧？喝多了？你们方舵主一向不会喝酒误事的。他在哪里？说！不关我的事啊，不是我干的。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方舵主他没死，他还活着。四位长老，怎么回事？我丐帮自我之下，人人以义气为重。秦龙宫，你既已知错，那跪就不必了。但你生事犯上之罪，也免不了。全舵主，舵主，江兄弟。把他扶起来。张全祥，现在由你带路，去请白长老等诸位一同来此。是。其余的人就地坐下，不得擅动。都坐下。是。众兄弟，本帮不幸发生变故。正是大伙出死力报答帮主恩情之时，大家全力护主，务必听从帮主号令，不得有违。是。这些都是多年一起同生共死的兄弟，只是一时心生意见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江兄弟，你带着你的弟兄，救人要紧，不得有闪失。是，帮主，那你千万小心，我尽快赶回。来，再派人去西夏一品堂。会山之约押后7日。是。跟我走。快！你把这边长老，快！白长老、向长老，快给长老通报！蒋舵主，别动！白长老，快兴起！向长老，蒋舵主，小心屋外有消食。放心，弟兄们已经控制住了造反之人，屋外的消食也已经清理干净，其他几位舵主也刚刚救出，就在外面等着呢。到底有多少人造反？帮主怎么样？全冠清，还有宋西、陈吴4大长老。还有4舵半数兄弟也在其中，帮主无事。我走时尚且控制得住局面，但他那边人数不多，全靠帮主一人支撑，就怕时间久了会有哗变的。现在帮主身在何处啊？帮主现在城外杏子林，我已派人在前方带路，2位长老及几位舵主先行一步，我稍后便带兄弟们一并赶到。用传讯烟花通知附近所有丐帮弟子，速速赶往帮主所在。是。众兄弟，今日我好生欢喜。在我身旁这位段誉兄弟，与我义气相投。今日我也与他结交成兄弟了。来，大哥。
贤弟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丐帮一些重要的元老吧。4位长老，这位就是段兄弟，这位宋长老，可是我们丐帮人人敬重的元老。他那倒齿铁剪，当年叱咤江湖的时候，你还没出世呢。宋长老久仰。西长老，10多年前常和他讨教武功。来，咱们俩亦师亦友，交情很深呐。陈长老，来，陈长老不喜欢喝酒，但他的通臂拳了得，擅长使用毒物，也替咱们丐帮立下不少汗马功劳。谢帮主。事态如此严峻，这位乔帮主怎么还能如此轻松自在呢？乔帮主啊，是真聪明，强援已去，他的武功虽高，不过双拳不敌4手。他现在啊，是在转移人心，等待强兵的归来。看信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知道，快走，快去看看，去看看，快走！咱们丐帮多承江湖上的朋友瞧得起，号称天下第1大帮。既然我们人多势众，那想法不能齐也在所难免。心里有什么事，大家说出来，都还是好兄弟。本来我以为此事只有全冠清一人所为，谁知道连本帮4大长老也牵连在内。宋西、吴尘4位长老，你们派人将我们关押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白兄，真是羞愧难当。
你我都是多年来生死与共的兄弟，自是没有恶意。并无恶意，事实并非如此吧？我与本帮传功长老被困在那个废弃的破屋里，那个屋前院后房都堆满了柴草硝石。说我们若要逃跑，他们便引火烧屋。金长老，这就是你说的并无恶意。嗯。李春来，弟子在。弟子在。弟子在。李春来，我来问你，你假借兄弟们哗变，骗我们深入灵域，你该当何罪？弟子知分低微，如何敢做如此胆大妄为之事？都是什么？都是你们全总舵主吩咐的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，你可知道号令是假？说呀！大丈夫敢做，却不敢应承了吗？白长老说得对，我李春来做错了事，是杀是剐，全凭吩咐，不做。那一日，我向你传达号令之时，我已知道那是假的。你却又是为何呢？是帮主待你不好？不，还是本长老待你不好？不是，都不是。乔帮主待我恩重如山，白长老公正严明，我对二位都没有一言。你这又是哪一出呢？为什么？属下犯了帮规，死有余辜。可是这其中的原委，非弟子敢说。李春来，明知号令是假，却不来向帮主通禀，反来骗我，罪该一死。相兄，又是谁骗的你呢？身为丐帮弟子，须当遵守祖宗遗法，大丈夫行事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敢作敢为也敢担当。帮主，我们大伙商量了，要废去你的帮主之位。只因怕传功执法两位长老不允，是以设法将他们囚禁起来。这是关乎本帮的大业，不得不冒险而为。今日势头不利，被你占了上风，我们由你处置便是。武长风在丐帮30年，谁都知道我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。宋西、陈武4位长老作乱犯上，违背帮规第1条。执法弟子在。绑了。是。懦夫！本来我们群起攻之，尚有胜算。你看看你们，一个个怕乔峰怕成什么样子？本帮众弟子听着，乔帮主接任上代汪帮主为我帮首领，并非强取豪夺，也非不择手段而夺得此位，乃是上代汪帮主考了他3大难题，让他为本帮立7件大功，这才将打狗棍相授予他。曾记得那年泰山大会，
我帮遭人围困，危在旦夕，也多亏了乔帮主出手，立刻9大高手，才保得我帮转危为安。我想，今日在场的不少兄弟都是亲眼所见的。这几年，汪帮主有病在身，帮中事务也全仰仗着乔帮主居中主持，我帮才声望日壮。乔帮主为我帮的功劳，自不待言。自他任帮主以来，待人宽厚，处事公允，我等仰慕尚不能待，怎会有人蒙了心窍，起义造反？陈冠清，你来说说。全舵主，我乔峰有哪里做对不起兄弟的事，你就当面指责吧，不用有什么顾忌。对不起众兄弟之事，你今日并没有做，但不久你就会做了。全冠清，乔帮主为人处事光明磊落，他从前没做过歹事，将来更不会做歹事。都是因为你妖言惑众，意图想背叛帮主。这些话要是传到我白毛人的耳朵里，我只当他是放屁，又怎会有人坏了脑子，听信你在此信口雌黄？白长老，让全舵主从头到尾把事情好好说个详细。遵命。全冠清，你说。马副帮主为他人所害，我怀疑出于乔峰之事。你说什么？马副帮主在帮内声望颇高，问资历更是深厚，你一直忌惮于马副帮主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，总觉不出这颗眼中钉，你的帮主之位便坐不牢靠。我与马副帮主交情颇深，言谈投机。汪帮主过世之时，马兄待我如亲兄长。你把你刚说的话再给我说一次。马副帮主被人杀害，我帮众兄弟找慕容复报仇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敌人勾结。这几个人是慕容复的家眷，你却加以庇护；这个人是慕容复的朋友，你却结为兄弟。非也，非也，在下与慕容公子素不相识。还有这3位姑娘，说是慕容公子的家人亲戚即可，说是家眷呢，那也未必。我丐帮开帮数百年来，在江湖上受人尊崇，并不是我们仗着人多势众，而是因为我们行侠仗义，主持公道。全舵主，你说我庇护他们3名女子，我就是庇护他们，那是为了顾及到丐帮100年来的名声。我不愿天下英雄说咱们丐帮合着长老欺负3名稚弱女子。这名声，全舵主你不爱惜，众兄弟都还爱惜着呢。陈冠清，你还有何话讲？帮主，不用与这不知大义之人多费唇舌，按帮规处罚即可。且慢！
帮主，我不能断定你是装腔作势的大奸雄，还是直肠直肚的好汉子。我没这个本事，你就直接把我杀了吧。吴长老，为何说我是个骗子？你有什么地方疑心于我？此事牵连太多的人和事情，传了出去，丐帮在江湖再也抬不起头来。人人瞧我们不起，我们本来想一刀把你杀了，也就罢了。就因为我救了慕容复的人，你们就认为我与他有勾结？可是你们谋叛在先，我救人在后，这两件事又有何关联？再说，这件事的对错还没下定论。萧帮主，那依你所见，杀害马副帮主之人，绝技不是慕容复了。这凶手是不是慕容复，我们还需要详加查询。若真的是他，定当抓他来替马副帮主报仇；倘若不是他，我们也得找到真凶。就凭你们几个这么胡乱猜测，竟错杀了好人，真凶却还在外逍遥自在，暗中偷笑咱们丐帮糊涂办事。不但对不起我们错杀的人，也对不起马副帮主，更对不起咱们丐帮的名声。你说是不是？我相信看事情，不管怎么样，都相信才是对的。帮主，咱们之所以烦你，皆因误信人言，知道你与马副帮主不和，暗里勾结慕容复，下手害他。这种种小事凑在一起，竟不由得人不信。现下一想，实在太过糊涂。白长老，请取法刀来，依照帮规，我自行了断便是。执法弟子，取本帮法刀。宋西、陈吴四大长老，听信他人谣传，起义造反，以下犯上。按帮规，一刀处死。大治分舵舵主全冠清，谣言祸乱，企图叛乱，按帮规处，9刀处死。其他参与叛乱弟子，待日后查明，按帮规处。也罢，帮主，我姓宋的对你不过，今天愿接受帮规，自行了断。不过，我有一要求，愿我死后，望你念我对丐帮有为老的份上，原谅我，给我从绑。帮主。难道你还怨我罪孽深重，不许我自行了断吗？15年前，契丹人入侵雁门关，宋长老，你得知讯息，3日不食，4夜不睡，星夜赶回，就为了报军情。途中连毙了9匹好马，自己也因此身中内伤，口吐鲜血，但也因此，我大宋的守军俱备。使契丹人的铁骑不逞而退，这是有功于国的大事。执法长老，宋长老有功于国，还盼你体察，许他将功赎罪。乔帮主，你愿为宋长老求情，也有此理。只是本帮帮规有云：以下犯上者，罪不可赦，即便攻打，罪不能恕，以免他居功自傲，横行生事。帮主，咱们不能毁了本帮100年基业，更不能
违背了历代帮主所立下的规矩。帮主，帮主，执法长老所言，半点不错。我等既身为长老之职，哪一个没有半点汗马功劳？倘若人人追论旧功，那什么法都犯了。谢帮主，请您见怜，使我自行了断。帮主，你好，我曾起过杀你之心，你杀我也是罪有应得。动手吧！帮主你！白长老，帮主，我们丐帮帮规是否有一条：丐帮弟子若犯规，不得轻赦；若帮主愈加宽容，需自流鲜血，以洗净其罪。帮主，帮规确有这么一条，帮主自流鲜血，洗他人之罪。可是帮主，你得想，你这么做值不值得？是啊，帮主，你何苦啊？没坏了祖宗规矩就好。帮主。西长老，你指点我武功，虽无师父之名，但也行师父之事。行了。想当年，汪帮主被契丹5大高手擒获，囚困于祁连山黑风洞中，威逼我丐帮向契丹降服。西长老，你因长得与汪帮主有3分神似，便乔装成汪帮主，甘愿代死，使汪帮主得以脱险。这是有功于国，与本帮的大事。帮主，帮主，帮主，帮主！你今日之罪，必须得免。乔帮主，我跟你没什么交情，也不投气，平时得罪的地方也不少，所以呢，我也不敢奢求你能为我流血赎命。陈长老，我乔峰就是个粗鲁人，不喜欢结交为人阴沉、事无巨细、出手狠毒、说话夹枪带棒的朋友。这就是我的性格，说话就是这么不好听。更何况，你还不爱喝酒，咱们俩就是合不来。乔帮主，帮主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，帮主？但是是谁？貌似道出契丹的布防地图。别人不知道，但我知道。帮主，我陈顾言感谢你的大恩大德，原谅我刚才的胡说八道。谢过帮主。吴长老，当年你独守鹰愁峡，
力抗西夏一品堂的人，使其行刺杨家将的阴谋未能得逞。光凭杨元帅赐给你的那面金牌，你今日的罪就可免了。哎，把那面金牌拿出来给弟兄们看看。帮主，说来惭愧，那天我酒瘾大发，没钱买酒，把金牌卖给金铺了。哼，吴长老，咱们叫花子，没饭吃，没酒喝，尽管讨就是了。怎么把金牌卖了？哎，讨饭容易，讨酒难。人家说，臭叫花子，吃饱了饭还想喝酒，太不成话了。不给，不给。爽快，爽，只是有点太对不起杨元帅了。帮主，因大仁大义，武长风这条命，以后就是你的了。以后谁再说你这个那个的，我也不信了。我之所以烦你，是为了丐帮的百年基业和大宋的锦绣江山。只可惜跟我说你身世真相的人，贪生怕死，不肯露面。你一刀把我杀了便是。你倒说说，我的身世有什么问题？现在我说什么也没人相信，你还是把我杀了比较好。一条汉子，死都不怕。现在要你说个话，吞吞吐吐的。不错，连死都不怕，这世上还有什么可怕之事？姓乔的，痛痛快快给我一刀，免得我看着丐帮落入胡人之手，这大宋的锦绣江山更将沦亡为夷狄。我大好丐帮，又怎会落入胡人之手啊？把话说清楚。我说了，我现在说什么都没人相信。到时候我全冠清贪生怕死，乱嚼舌根，我既拼上一死，又何必再背着骂名？乔帮主，这全冠清乃是诡计多端之辈，他在这胡说八道，无非就是想让您饶他一命。执法弟子在，行刑。是。慢。你说，知道我的身世乱象，又说此事与本帮的安危有关。问了你，你又不肯吐实，在这儿煽动叛乱，一死难免。你走吧，以后丐帮没你这号人物。乔峰，你好泰然自若。撤！撤！帮主，奔赴西夏的一大彪兄弟送来消息了。徐长老安好。这位徐长老辈分虽然高，可是乔帮主乃是丐帮帮主，他怎么能……王姑娘莫急，且看他们要如何。徐长老，不知何事劳您大驾光临呢？得罪了，此事先不着急说。马大元，马兄弟的遗孀康敏即将到来，有话向诸位陈说，大伙儿待他片刻如何呀？等。
丐帮现在显然是非常时刻。我别的武功虽然不行，但是好像轻功还可以。要不我先护送你离开吧。谢谢你啊，不过此事跟表哥有关，我还是想留在这里听个究竟。乔帮主，怎么把刀插自己身上了？太行山冲霄洞谭公谭婆贤伉俪驾到，有失远迎。乔帮主，有谁这么大胆，敢用刀伤你啊？我自己插的。自己插自己，你这是活得不耐烦了？没事，皮粗肉厚的，伤不到筋骨。你这是撒的什么谎啊？我知道了，你这鬼精灵的，你是知道谭公新得的极北寒玉和玄冰蟾蜍合成的灵验无比的伤药，你是想试一试？好药啊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小娟儿，哎，噗！哎呀，喂，小娟儿，师哥，你玩什么古怪花样？我打你屁股！我倒是谁呢？原来是这个家伙。小娟儿，进来过得快活吧。泰山五雄到了，哈哈哈！是什么好风，把你们哥5个一起吹来了？吴四叔好，各位前辈好，我爹也来了。乔帮主，铁面判官慎政，不请自来，打扰了。山老前辈，这是太行山冲霄洞的谭氏贤伉俪，不晓得是否认识？久仰谭氏2位伉俪的威名，幸会幸会。这位是？啊，我呀，在下姓双名歪，外号铁屁股判官。你说什么？单老爷子，可莫要听他胡说，他就是个癫子，当不得真。一日之间得见众位前辈高人，实在荣幸，还不知诸位有何见教？乔帮主，贵帮乃江湖第1大帮，数百年来侠名传播于天下，我单某也是极为心仪的。不敢。乔帮主，贵帮乃江湖第1大帮，数百年来侠名播于天下，我双某也是极为心仪的。宝山，爹，这余下来的话，你去跟乔帮主说。至于他人想学我孩儿，让他学个10足便是。宝山呐，剩下的话你跟乔帮主说。谁要是学我的儿子，让他学个10足便是。你是不是想死啊？哎呦呦呦呦，不是想死，是想不开呀。这4个窝囊废儿子已经够多了啦，这第5个实在是没必要再生了。爹，他……谭老爷，这位前辈也请给在下引荐一下，以免失了礼数。啊，在下赵钱孙，见过乔帮主。他是我师哥。啊，这位阁下，我单正与阁下素不相识，不知哪里得罪了阁下？哎，你是没得罪我，可你得罪了小娟啊，那可比得罪我更可恶10倍呀！
小娟，我何时得罪过小娟了？这位便是小娟啊。小娟可是她的闺名啊，这世上除了我之外，谁也叫不得。哼。哦，这小娟原来是谭婆婆的闺名，在下有所冒犯，还望海涵。可在下自省从未在背后说过人坏话，不知哪里得罪了谭家婆婆？不知道啊。我告诉你，刚才我正在问小娟近来过得快活不？你这5个宝贝儿子可倒好了，大模大样啊，嗖的一下就打断了我的话头。单老兄，你也不打听打听啊？小娟是什么人呢？我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是什么人呢？我们聊天岂能容你随便打断的？师哥，发什么癫呢？当众为朋友面，要不要脸？你当初抛下我，嫁给了那个老不死的谭公，我这心里如何不悲，如何不痛啊！我这心也碎了，肠也断了，这脸皮要来何用啊？师哥，你别提以前那事儿了。今天丐帮有大事要商量，你乖乖的听话。那你对我笑笑，我就听你的话。哎呀，参见公子爷！两位哥哥，快请起。太好了，公子爷！我和老四看见公子爷一直没消息，本来想拼着杀进少林把人抢出来，没想到公子爷自己脱身了。玄卑大师的死并非我所为，少林那边自然不好为难。两位哥哥为何如此慌张啊？丐帮出大事了！出事了？有乔峰在，丐帮能出什么事啊？诸位，泰山单兄父子，太行山谭氏夫妇，以及这位兄台，今日慧然驾临，本帮全帮上下均感光宠。徐某退隐多年，早已不问世事，但今日之事事关重大，不得已才仰仗辈分虚高，邀约众位共同商议，还请先议此事，再论其他。有请马夫人。马夫人，魏王人马门康氏参见帮主。嫂嫂有礼。康敏，你来从头说起吧。先父不幸身故，小女子只有自愿命苦，一心期盼帮主能找到真凶，替先父报仇。不料，小女子敛葬先父之时，检点遗物，发现一封用火漆密封的遗书，书的封皮上有先父的亲笔字迹。我看先父写的郑重，当即便要去求见帮主。幸好帮主率诸位长老到江南去替先父报仇了，不曾见过此信。夫人此言何意？难道此书信与我乔峰有关？我知信中的内容事关帮中大事，当即赴郑州拜见徐长老，呈上书信，请他老人家做主，以后的事情就请徐长老告知各位吧。此事说来恩恩怨怨，老朽当真好生为难呐。这封便是马大元的遗书，
余受汪帮主遗命，保管此信函。余若寿终正寝，此信立即焚化，否则视若毁于遗体。于九泉之下不得安宁。余若死于非命，此信立即交本帮诸长老会同拆阅。事关重大，不得有误。这封皮上的字，却是大元所书。康敏将信交给我时，这信上的火漆依然完好。我也担心误了大事，没等诸位长老便拆来看了。其实铁面判官单兄也在做，可做明证。徐长老说的没错，在下当时正在郑州徐长老家做客，亲眼所见徐长老拆阅此信。这信封中有2封信，一封是汪老帮主所书，言及如事态不可控制，可向少林派和武林同道求助；另一封字迹比例遒劲，并非汪老帮主所书。我看上款写的是“剑然无凶”4字，大为奇怪。若不是交厚相好之人，绝不会如此称呼。再看信尾的落款，大为诧异。单兄好奇，也看了信尾的署名，大为奇怪呀。我说单老兄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这是人家丐帮的秘密书信，你又不是丐帮的弟子，怎么能偷窥人家的隐私呢？赵钱孙，休得胡言乱语！我只看到信中的信尾和署名，根本没有看到内容。这偷看人家书信呢，便不是君子，那是小人，是卑鄙的混蛋。你，这位前辈，大家都在听徐长老说丐帮大事，还请您和这位单前辈莫吵嘴才好呢。你怎么？我师哥说什么，关你这臭丫头什么事？众位兄弟，到底写这封信的人是谁？我此刻不便言明。徐某在丐帮70余年，近30年来退隐山林，与人无争，不结怨仇。我在世上已为日无多，既无子孙，又无徒弟，自问绝无半分私心。我说几句话，众位信是不信？这徐长老说这么说，要是有信的人，既然这么说呢，徐长老说的也是，有什么不信的？我看了此信之后，心下疑惑难明。此事官涉太大，唯恐有甚差错，当即将信交给单兄过目。单兄与写信之人向来交好，认得他的笔迹。我要单兄验明此信的真伪。徐长老说的完全没错，我与此人有多年的深交，此人的多封笔记也珍藏在舍下。当下我就与徐长老还有马夫人来到舍下，拿出旧信，亲自验别真伪，就连信笺和信封都一模一样。我认为这信是真的。老朽得知，太行山谭氏伉俪与写信之人颇有渊源，于是上冲霄洞向谭氏夫妇求教。谭公谭婆将这中间的原委曲折一一向在下说明。谭婆又说，他有一位师兄与此事乃是深经目击，便是赵钱孙先生。赵钱孙先生，请你当众说一句，这信中所写之事是否不假？没错，没错。此信虽短，却语意不尽。40年前同窗共宴，切磋拳剑，情景宛如目前。临风远望，想师兄两鬓随霜，风采笑貌，如同昔日也。师哥，你说说当时的情景如何？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啊，你扎着2个小辫子，辫子上还系着红头绳。师傅当时还教咱们偷龙转凤这一招啊。师哥，不要提以前的信和事。徐长老问你，当年雁门关乱石谷一战，你是亲自参与的，
当时的情况如何？你跟大伙儿说说。雁门关外乱石谷前，我先走一步。赵钱孙，事隔多年，怎么还要逃跑啊？阿弥陀佛。智光大师，30余年不见，大师仍然这等清健。今日佛驾光临，实乃丐帮之幸，在下感激不尽呐。丐帮徐长老和太行山单判官联名相召，老衲怎敢不来啊？雁门关外乱石谷前大战，智光和尚也有份，让他说吧。哎呀，杀孽太重，杀孽太重了，此事言之有愧啊。众位施主，乱石谷大战已经过去30多年了，何必旧事重提啊？只因此刻本帮起了重大变故，有一封书信涉及此事。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不提也罢。以老衲之见，将此信销毁，泯灭了痕迹，也就罢了。本帮副帮主惨死，若不追究，马副帮主固然沉冤不雪，本帮还有土崩瓦解之危呀！还请智光大师原本到来，也好让大家有个判断。也罢，当年老衲做错了事，也不必隐瞒，照实说来便是。智光大师，我们也算是为国为民呐，怎么能说是做错了事呢？错便是错了，何必自欺欺人呢？30年前，中原豪杰得到一个讯息，说是契丹国有一批武士要来偷袭少林寺，要将少林寺珍藏了数百年的武功图谱一举夺去。这契丹武士野心可不小啊！若是少林寺的武功秘籍被夺去，军中人人习之，战场上，咱们大宋恐怕就不是他们的敌手了。正是如此啊！我们料想到此事危急，听说这批契丹武士要途经雁门关。于是我们各自兼程赶往雁门关，要在那儿迎击他们。即使不能尽数将他们歼灭，也至少使他们的奸谋难以得逞啊！乔帮主，倘若你得到此项讯息，便如何呀？自当率领本帮众弟兄，星夜拦阻。依乔帮主看来，我们那次伏击辽人之举是不错的了。列位前辈英风侠烈，乔某敬仰，恨不能早生30年，共赴一举，绝不会含糊。乔帮主所言极是啊，和我们当时所想的是一模一样啊。当时我们分成数期，我和这位仁兄是第一批的，我们一共21个人，我们这中间都是当时一流的高手啊。老衲当时并未出家，混迹于群雄之间，实在是万分的不配，只是报国杀敌，有一份力，出一份力罢了。那后来呢？诸位前辈追上没有啊？赶上了，我们星夜兼程，终于赶到了雁门关外。此事关系到宋国的存亡，上千万百姓的生死啊！可我们又没有完全制胜的把握，唯一的变异是，敌人在明处，而我们在暗处。如此情形，以乔帮主之见，该如何是好啊？敌明我暗，兵不厌诈，这时候就不许讲什么江湖道义、武林规矩了。说得好，说得好啊！我们当时正是这么想的。我们各自在带头大哥的带领下，都持有暗器，在山道两旁的大石边埋伏了下来。过了一夜，果然如讯息所言，来了一批契丹武士，我们一举将其19人全部歼灭。
欣喜之余，我们也疑惑，这契丹人怎么个个如此不堪一击呢？难道是讯息有假，或者是契丹人有意设的诱人之计，诱我们上当？我们正在想，是不是要继续埋伏下去？没想到。 大哥杀了吧！事后发生的一切，更是难以预料，匪夷所思啊！他擒住了我们的带头大哥和汪帮主，将其余人等杀得一干二净，按理应该是愤而精进的，可没想到，这辽人用一短刀在石壁上刻了许多契丹文。 他居然跳崖自尽了，更没想到的是，他还抛上了一个孩子。哎，那孩子不是死了吗？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，后来才明白，原来那辽人的夫人被打死以后，孩子摔在地上，只是闭住了气，并未死去。那辽人悲痛之余，以为妻儿俱丧，于是抱着2具尸体跳崖自尽了。那孩子一经震荡，醒了过来。 顿时啼哭出声，那辽人不忍心他的孩子随他一起葬身于谷底，就将那孩子抛了上来，刚巧就抛在了汪帮主的怀中，使这孩子不至于受伤。如此机智，如此的武功，着实令人生畏啊！我眼见众兄弟惨死，本想将这孩子扔在荒野，任其自生自灭，可是那孩子偏偏嚎啕大哭。 我看那小脸涨得通红，2只又黑又亮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，我一时心软，下不了这个毒手啊！那辽人杀我汉族同胞不计其数，又何曾对婴儿妇女心软？他们杀的，我们为什么杀不得？对呀，对呀，为什么杀不得？我们为什么杀不得？对呀，不行，为什么我们不行？那后来呢？我又担心契丹的后援会及时赶到。 我抱着那个婴儿，回到了雁门关。那带头大哥和汪帮主记挂着契丹武士要偷袭少林寺的事情，立马就赶回了雁门关，去查看了。此番查看，发现殉难兄弟的尸骸只有17具，少了1具。心想，定是混战之中掉入了乱石谷中。再看那辽人刻在石壁上的契丹文字。 想必是定有深意啊！于是我等便将刻字拓印下来，找人译成了汉文。看过之后，甚为吃惊。若刻字所言属实，那我等此番所为便是大错特错。
想要证明这辽人所说是否属实，就要看后续是否还有契丹武士前往少林夺取秘籍。我们3人星夜兼程赶回了少林寺，看到很多英雄已经赶到了，事关千千万万百姓的生死，大家都要出一份力嘛。可是从9月重阳一直到腊月，并无半点警讯呢。难道讯息有误？我们去找那报讯的人，想问个详细，可是再也找不到他了。我们这才料定讯息是假的，原来众人是被人愚弄了呀。这么说来，这雁门关外一战，大家岂不是死得冤枉了？正是啊，好在没过多久，契丹铁骑入侵，我们就不再纠结此事了。但是之后该如何处置那个孩子，非常棘手，因为我们已经伤了他的父母，自然不能再去伤害那个孩子了呀。可是要把他继续抚养长大，我们又担心会养虎为患呐。我们商议再三，最后由带头大哥拿出些银子，寄养在少室山下的一户农家，让农家自认是这孩子的父母。孩子长大以后，也绝技不能让他知道领养之事。那农家本来就没有子嗣，欢欢喜喜地答应了。他们哪里知道，那孩子是契丹的骨血呀！智光大师，那少室山下的农人，他姓什么？那农人叫乔三槐。胡说八道！撤落，帮主！我堂堂一个汉人，阿弥陀佛！乃少室山下乔峰。乔三槐是我亲爹。乔帮主，不可呀！乔帮主，有话好说呀！我单家与你无冤无仇，你放过我孩儿！乔帮主，智光大师江湖上人人敬仰，你不能够伤害他。你们要除去我这帮主之位，又何必编造这些言语出来诬陷于我？我乔峰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要如此逼我？乔帮主，汉人和契丹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但明明是契丹人，为何说是汉人？你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敢认，还妄称什么英雄好汉？你说谁是契丹人？你是不是契丹人我不知道。雁门关那一战，那人的身材和容貌，就算再过100年我也不会忘。恰巧的是，那人的身材和容貌和乔峰你一模一样。便是那日少了的那具尸首，因为惧怕辽人汉子，我行转之后便偷偷的溜走。我赵钱孙行尸走肉，这世上除了小娟一人，我再无牵挂。你
做不做丐帮帮主关我什么事啊？我为什么要陷害你？我只承认我曾经杀害过你的父母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之后的事情，你自己都知道了。你7岁那年，再过来，休怪我手下无情。叫我一声大哥，以后跟着我们，吃香的，喝辣的。住口！小凤即便是摔死，也不跟你们一起做坏事。你要真的跳一个，我才信呢。你们别看好吧。你跳啊！20年后，又是一条好汉。少林的一位僧人把你给救了，之后，他每天传授你武功，是也不是啊？恩师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如何得知？其实，那位少林僧人是受了带头大哥的重托，让他把你抚养长大，使你不至于走入歧途。为此，我们3个人有过争执。我主张让你平平稳稳地过农家的日子。可是带头大哥说，我们已经伤害了你的父母，一定要把你培养成为英雄。雁门关外石壁上的遗文，至今未泯，将来你自己去看吧。你到了16岁的时候，汪帮主正式收你为徒。你叫乔峰，是。为何习武？行侠仗义。如何作为？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玄苦大师果然独具慧眼。好，今天你就成为我丐帮的弟子，是我汪剑通的徒弟。之后许多机缘巧合，你天资卓越，奋力上进，固然是非常人之所能及。但倘若不是带头大哥和汪帮主处处提携，也并非那么容易吧？若大师所言不假，那汪帮主并非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而是我的杀父仇人。当初暗中助我的英雄，也并非有心要助我，是内疚于心，设法赎罪而已。汪帮主起初对你也是十分提防的，后来见你学武进京甚快，而且为人豪侠仗义，待人仁厚，便渐渐的真心喜欢上了你。之后，你立功愈多，威名愈大，整个丐帮尽皆归心。这之后的帮主之位也非你莫属。可是，汪帮主依然拿不定主意。他给你出了3道难题，你都一一解决了，又令你立下7大功，最后临终之时才授予你打狗棒。
正是立你为丐帮帮主。丐帮数百年来，从来没有第二位的帮主之位如你这般来的艰难呢。你接任丐帮帮主以来，江湖上道你是行侠仗义、处事公允，把丐帮整顿得好生兴旺，又数度破坏了契丹的奸谋。我们只道是之前的顾虑纯属多余。本想这件事情以后永远不再提起了，不知何人今日又把它抖了出来。多谢智光大师回述旧事，使大伙儿有如身临其境。这封信乃是那位带头大哥写给汪帮主的，信中极力劝阻汪帮主不可将帮主大位传于乔帮主。乔帮主，你不妨自己过过目吧。我看看，是真是假。你干什么？现在你既已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想必是要报你父母之仇的。现如今，汪帮主已然逝世，而带头大哥的名字，老衲又不愿意告诉你。老衲曾经参与伏击令尊令堂，一切罪孽，老衲愿只身承担。你要杀要剐，动手便是。没错，我也在内。这事要算我一份儿。你何时喜欢，随时动手便是。乔帮主，凡事三思而行，可不能乱来为好啊！要是挑起胡汉之争，中原武林人人可都会与你为敌。哼，挑起胡汉之争，见然吾兄熟悉长谈，吾兄传位之意始终不改，然于连日相思，仍期期以为不可。乔军才艺超卓，立功甚伟，为人肝胆血性，即便是神州武林同道，亦鲜有能及。以此，才继承吾兄之位。他日丐帮声威欲张，自意料中事耳。然当日雁门关外血战，余无日不萦于怀。此子非我族类，其父母死于我二人之手。他日此子不知其出身来历则已，否则不但丐帮将灭于其手，中原武林亦将遭逢莫大浩劫。当时才略武功能及此人者，实寥寥也。贵帮帮内大事，远非外人所能智慧，唯此事牵连过去，其三思之。这是汪帮主的手书，你自当认得出他的笔迹。自与丐帮马副帮主、传功长老、执法长老、祭珠长老，乔峰若有亲辽叛汉，助契丹而压大宋之举，
全邦吉星合力击杀，不得有误。下毒行刺，均无不可。下手者有功无罪。这确实是我师父汪建通亲笔。乔帮主休怪我们无礼呀！汪帮主的这通手谕，原本只有马副帮主一人知晓。直到马副帮主突然横死，康敏寻到这份遗令，这才不得已将遗令公诸于世。马副帮主早不出事，晚不出事，偏偏在汪帮主将遗令交给他之后出事，这是其一。大家疑心马副帮主是姑苏慕容所害。慕容公子，老朽啊，特别佩服。来喝，走一个，来呀！帮主却偏偏袒护于他。如此作为，实已危及本邦，这是其二。其三嘛，我虽有心调查清楚，再做决断，但帮主是契丹人一节，帮中知之以众，变乱已生，隐瞒已自无益呀。权冠清，你知道我是契丹的后裔，是以反我，是以不是？没错。四位长老因听信你言而欲杀我，也是如此。对，只是他们将信将疑，拿不定主意，事到临头又心生畏惧。那我的身世，你是从何得知？此事牵连旁人，恕在下无法告知。但你得须知道，纸终究包不住火，即便你极力隐瞒，事实真相终究昭告天下。况且还有汪老帮主亲下手谕，和智光大师等一力作证，此事难道还有假？想我丐帮百年基业，又岂能落入一个契丹人之手？契丹人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说契丹人？各位叔叔伯伯，先夫不幸亡故，到底是何人下手？此时此刻定难下断言。但想先夫平日诚恳笃实，江湖上并无仇家，妾身实在是想不出，是何人如此狠心要夺取他的性命。常言道，慢藏会道，难不成是因为他手里有什么重大的事务？有些人怕坏了大事，便要杀他灭口。你这是在疑心，是我杀了马副帮主。马夫人，小女子有一个小小的问题，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呢？姑娘有什么话要查问我？查问可不敢当，只是方才听说马前辈的遗书是用火漆密封而成，而徐长老拆开之时，火印完好无损。那在这之前，没有人看过里面的内文喽？不错。既然如此，那带头大哥的书信和汪帮主的遗令，除了马帮主之外，无人看过，那便谈不上杀人灭口之说。敢问姑娘何方神圣，却来干预我帮中大事？我一个小小女子，怎敢干预你们贵帮大事呢？只是你们想诬陷我们公子爷，我只是据理分析罢了。那姑娘的公子爷到底是谁呢？是乔帮主吗？不是，是慕容公子。原来如此。白长老，本帮帮规如山，若有长老犯了帮规，当如何处置？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。若此人的品位高于白长老呢？我帮帮规乃是老祖宗所立，无论辈分大小，品位高低，须当一同领尊，同功同赏，同罪同罚。先夫去世没过多日，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样东西。
帮主认得吗？请众位叔叔伯伯替我做主。朔雪飘飘开雁门，平沙立乱卷蓬根。功名齿迹亲生疏，执斩楼兰报国恩。这把扇子为师给你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呀！王帮主啊，王帮主，这件事你可是大大的做错了呀！王帮主虽然把我当作他的心腹，可密留遗令这件事却不让我知晓。若是能提前知会我一声，徐长老，王帮主没有告知此事给您，是为了您好。丐帮中只有大元知道此事，现在已经命丧九泉。若是当初你也知道，未必能逃过此劫。我乔某的身世来历，自己也未能确知。但今日诸位前辈的指证，乔某必须查明真相。这丐帮帮主之职，定当退位让贤。此棒承汪帮主相授。我乔某执掌丐帮，虽无建树，也并无大过。今日退位，徐长老、传功、执法二位长老，还请代为保管。在日后，有哪位英贤愿意肩负此职，再予传授。那也说的是啊，打狗棒的事，只好将来再说了。前辈，宋兄弟有何话讲啊？我乔帮主不是鸡蛋人，何以见得？我们乔帮主乃是大仁大义的英雄豪杰，适才我等那样反他，他都不计前嫌，却甘愿为我等受刀流血。试问契丹人能会如此吗？他自幼受少林高僧和汪帮主的养育教诲，已改了他原有的习性。既然性子改了，那便不再是坏人，做我们帮主有何不可？再说，你看咱们丐帮，哪个及他英雄了得？别人要做帮主，哼，我姓宋的第一个不服。有人陷害乔帮主，他们不能轻信人言。几十年前的旧事，就凭你们几个人在这里胡说八道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帮主大位，岂能如此轻易说换就换？我一心一意跟随乔帮主，就算换了帮主，便杀了我的头，我也不服。好，谁愿意跟随乔帮主的，站我身后。对，信乔帮主的都站过来。我们支持乔帮主，我也支持乔帮主，支持乔帮主啊！我们支持乔帮主，乔帮主，我们支持乔帮主。众位兄弟，乔帮主才略过人，英雄了得，谁不佩服？只是咱们作为大宋子民，又岂能听一个契丹人的号令？乔峰越是厉害，你们就越危险。我看你的模样，倒9分像是契丹人。对，你就是坚定小人。大家都是尽忠报国的好汉，
难道甘心做背叛大宋的走狗吗？你说谁是走狗？你才是走狗！你是走狗！我们不是走狗！我是走狗！你才是走狗的！就你才是走狗！凭什么说我是走狗？对呀，凭什么说我是走狗？凭什么说我是走狗？就你是走狗！对呀，你就是走狗！你不是走狗！你不是走狗！凭什么说我是走狗？你才是走狗的！就是你是走狗！这丐帮帮主，我决计不当了。或许有其他事，阴谋诬陷，但我恩师汪帮主的笔记，别人绝对是造假不来的。我丐帮在江湖是第一大帮，受人敬仰，武林中谁不敬畏？像我们这样内讧，还不落得人笑话？我乔某临走前有一言奉告：若有人加一拳一脚于我丐帮兄弟，那就是我丐帮的罪人。倘若要是有谁杀害我丐帮兄弟呢？残害兄弟，举世痛恨，杀人者抵命。那就好。马夫人，以乔某的身手，要到您府上偷个东西，怎么会空手而回？又怎么会落下我自己的私人物品？是谁杀害了马夫帮主？偷我折扇，陷害于我，乔某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众兄弟，乔某是汉人也好，是契丹人也好，有生之年绝不残害一条汉人的性命。若有违此事，有如此事。各位叔叔伯伯，先父的血海深仇就仰仗各位了。小女子先行告退。马夫人，请节哀。马夫帮主的仇，我们自当竭尽全力，请马夫人放心。徐长老，各位施主，老衲告辞了。徐长老，各位江湖英雄豪杰，我单正也告辞了。告辞。薛长老、谭某夫妇告辞了。小娟儿，小娟儿，告辞告辞，小娟儿，等等我呀！诸位兄弟，如何为马夫帮主报仇？咱们自当从长计议。可笑啊！丐帮与人约在惠山见面，毁约不至，原来都鬼鬼祟祟地躲在这里。薛长老，咱们因帮中变故误了对方约会，对方寻上门来了。不过属下已派人前赴惠山，要对方将约会之期押后7日。既然已定下约会，哪有什么押后7日的？半个时辰也不成。你说不成就不成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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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退！别动！别动！这什么人？为了什么事啊？应该是西夏的一品堂。西夏国整军精武，
还不是打我大宋江山的主意啊！是啊，听说这个执掌一品堂的是个王爷，官方征东大将军，叫什么赫连铁树。西夏国东征大将军赫连铁树驾到。他知道咱们丐帮是中土武林的一大支柱，意图毁灭，先树威望，所以前几日就跟乔帮主定下了约会。他们打的是如意算盘呢，先一举毁我丐帮，再把中原各大门派打个七零八落，然后引兵犯界，长驱直进，或以此为要挟，让朝廷答应他们更多的条件。这条计策果然毒辣得很呐！丐帮帮主何在？还不上前来拜见？本帮帮主不在此间，由老朽代理帮务。丐帮兄弟是江湖草莽，西夏将军如以客礼相见，我们高攀不上，请将军去拜会我大宋官长。若以武林同道身份相见，将军远来是客，请下马叙宾主之礼。丐帮帮主既然不在此间，那我家将军是不能跟你叙礼的了。哼！这根棍儿不错，拿回来做个扫帚柄，倒也合适。杀！来！不到时候。干什么？还杀不杀了？来，谁先让我来杀一下？哎，好徒儿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见着师傅还不乖乖下跪磕头吗？岳老三，丐帮帮主是我的结义兄长，所以啊，这在座的都是你的师叔师伯，你可不得无礼哦。三位姑娘，这便是我的好徒儿南海恶神岳老三。哦，岳老三，见了师傅还不乖乖的下跪，难道忘了我们南海派的规矩了？徒儿叩见师傅。很好，很好。啊！好了，不杀了，你们两个杀吧！去呀！有病啊！我家将军啊，想要瞧瞧丐帮的打狗棒法和降龙18掌两大绝技。叫花们是确有本领，还是胡吹大气？赶快出来见个真章吧！四大恶人也算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，怎么也被西夏收买当人的走狗啊？三恶都在，怎么不见恶贯满盈段延庆呢？我们和一品堂的关系为什么要告诉你呀？乔峰不在，对付你们几个臭叫花子，哪用得着老大出面？有我们两个就够了。我来跟他较量一下。本帮绝技因人而出，对付你这种小卒，哪用得着打狗棍法？看招！丐帮的老头使的是24路伏魔杖，但他使的不好，而且他身材太矮，只要攻他下盘右侧，他就抵挡不了。只不过，这个高个子以为这个矮个子下盘很稳，其实不然。
公子，丐帮众人把你义兄赶走，又冤枉我表哥，我讨厌他们。小妞生得好美，更难得的是这般有眼光，跟我去做个老婆，也还使得。你想得美！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啊？为什么不嫁？你是有小白脸心上人了是不是？我先宰了你的意中人，瞧你嫁不嫁我？吴长老这六合刀法八卦深刻，虽然厉害，但这个高个子又会使鹤蛇八打，这六合刀法可以应手而破。王姑娘，这高个子看来上了我的当，说不定他的左手会被砍下来。你怎么样？多谢姑娘。吴长老，很精妙的奇门三才刀。将军，这汉人小姑娘甚是古怪，咱们请回一品堂，令她吐尽所知，应该极有用处。甚好，你去请了她来。是。徐长老，我们家将军是要看打狗棒法和降龙18掌，你们有宝献宝。倘若真的不会，我们也没工夫奉陪，这就要告辞了。贵国一品堂的高手，胡吹什么武功一品，原只是一些平平无奇之辈。要想见识打狗棒法和降龙18掌，只怕还有些不配。对，不配，你不配，不配，你不配了。那要怎得才算配呢？不好，他们放毒！我跟你们拼了！你们把他们几个乞丐都给我带走！至于这位姑娘嘛，你干什么？阿朱，阿朱姑娘，啊！快给我追！快！快追！快追！别走了！快呀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客官，我们这门面虽然小，但是108只斤的酒还是有的，您先喝着，不够了我再给您拿。王姑娘，你怎么样了？还好吧？我中了毒，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。那怎么办？怎生找解药才好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催马快跑，到了安全的地方再说吧。好。下。孤身外，白山海水在，望苍天，族人盼君来。我
竟何处在？大侠，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名字，家住在哪里？要不要我送您回家？我姓什么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我家在哪儿？泪中寒，谁人惹情债？孤身追旧梦，到头一场空。何须断言论成败？天下在情字下，爱恨岂能够潇洒？看脸上风雨交加，情哪国家，生死哪个更可怕？断不了那份牵挂。朔雪飘飘，开宴本；停沙立乱，卷蓬根。功名齿迹，琴声树；执战楼兰，报国恩。旧情何言在？是何看彩？几时交？大侠，一路走好。了期待，进得到。